2022年7月8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演讲的时候遭遇了枪击，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震惊和悲伤，却在中国带来了一场全民的狂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枪击的地点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民众都来悼念安倍晋三。那么，这个让小粉红们无比仇视的安倍晋三，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日本首相呢？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就在昨天2022年7月8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演讲的时候遭遇了枪击，经过数个小时的抢救，不治身亡，享年67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社长也是一夜没睡，久久不能释怀。今天一早就叫上同事商量说，我们要做一期节目来悼念安倍晋三。同事们听到之后也非常赞成社长的想法，然后经过了一天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坐上了去往奈良的车，打算去他的遇难现场献一束花，然后呢，在车上跟大家聊一聊社长眼中的安倍晋三。安倍遇刺的消息真的是突如其来，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震惊和悲伤。各国人民呢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安倍的哀悼。台北的101大楼上也打出了悼念安倍首相、感谢安倍首相、台湾永远的朋友的字样。但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不幸的消息呢传到了中国，却在中国带来了一场全民的狂欢。你能想象到吗？网民们纷纷在新闻视频的底下留言说：“但愿人有事，死者受伤了吗？枪没事吧？”都是这些非常非常荒诞的留言。在微博热搜排名前10的话题中，与安倍遇刺有关的条目就占了7条。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微博下面点赞也是最多的，全部都是幸灾乐祸和狂欢庆祝的留言。还有一些微博上的大 V， 比如说这个拥有652万粉丝 ，ID 为地瓜熊老六的博主无耻巨男熊老六，对吧？发出了各种不堪入目的言论，社长就不念出来了，大家自行体会一下。当然，除了微博微信抖音这些社交媒体上嘲笑庆祝的视频也是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一些店家打出了普天同庆、买1送1、各种各样打折的这样的横幅，你说有没有人性？每当这个世界上发生灾难的时候作为一个稍微有点良知、正常的、勇敢的中国人，都会被3杀。首先呢，你会为这个灾难感到哀伤。其次呢，你会为你身为中国人，然后有很多的和你一样的中国人那些无耻的言论感到羞耻。其次呢，当你勇敢发言的时候，你还要为担心你的人感到内疚。国人对于生命的漠视和这种仇恨的心态真的是举世无双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灾难事件中你都能看到国人在叫嚣，说什么让台风干掉台湾让地震震平日本让枪击横扫美国这些完全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言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肤色，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待灾难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呢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文明的，或者说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人性的底线。可见如今在中国这个底线已经丧失了，或者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底线。如果他人的不幸他人的死亡竟然能让这些小粉红能够跳着脚加油叫好，这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反人性更令社长不解的是他们反而对于身边的苦难，比如说铁链女，比如说唐山被杀的4位女孩，甚至自己的这种被虐的这种经历，比如说核酸封城他们都能忍。当仇恨蒙蔽了理智，它的本质就是野蛮愚昧。中国这些年来仇恨教育看似呢有着崇高的爱、鲜明的恨，实际上却拒斥了文明，制造了野蛮和虚伪。个人的仇恨聚集起来，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戾气，成为了整个社会对生命的漠视，甚至是仇恨。当局者难道就不怕反噬自己吗？天要让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现在这就是整个小粉红们的状态。那么这个让小粉红们无比仇视的安倍晋三，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日本首相呢？听社长介绍完你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
安倍晋三于1954年9月21日出生于东京，但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山口县出身。这个山口县可不简单啊，他在明治维新之前呢叫做长州藩，是不是听着很耳熟？没错，就是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萨长同盟里的那个长州藩。长州藩呢向来就有出政治家的传统，明治维新的几大斗士吉田松阴、高山进作、山县有朋等等都是长州人。正因为长州人的殊死拼搏，才最终实现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此后明治政府的第一任首相呢，伊藤博文，他也是长州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日本百废待兴，然后出来收拾战后残局，并且实施战后复兴，让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的，同样是2位山口县出身的长州人，一位是岸信介，另一位是佐藤荣作。虽然姓氏不同但是两人呢是一对亲兄弟。岸信介当首相的时候正好是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他最大的功绩就是确立了美日同盟关系。虽然当时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但是此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成为了冷战格局里的最大受益者，一举发展成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佐藤荣作则是从1964年11月开始到1972年7月为止担任日本首相，任期长达2798天，创下了当时日本首相任期最长的记录。不过这个记录后来被另一位长州人打破了，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佐藤荣作担任首相后做了2件大事，一个是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恢复了与韩国的邦交；二是与美国谈判实现了冲绳返还日本。之后呢，佐藤荣作提出无核3原则，直接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岸信介与佐藤荣作这对亲兄弟都是日本战后的名首相。那么你可能好奇，社长为什么要提到这2个人？没错，岸信介正是安倍晋三的亲外公，而佐藤荣作呢，则是他的外叔公。除了外公和外叔公，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呢，也是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与竹下登、宫泽喜一并称为日本当代政坛3大领袖。只可惜在即将迈向首相之位的时候因病去世，否则安倍家就不止一门3首相，而是一门4首相了。生在如此显赫的政治家族，安倍晋三自然从小就耳濡目染，对政治有天然的敏感度。外公岸信介呢，也有意培养安倍晋三。早在小安倍3岁的时候岸信介呢便带着他访问了印度。想想社长3岁的时候还在干嘛呢？玩泥巴呢，对吧？安倍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外交了。后来呢，岸信介又推荐安倍进入贵族的私立幼儿园上学，承熙园这个承熙2字取自中国的《史记》，桃李不言，下自承熙，意为呢人的德行操守可以感化人心。安倍晋三从承熙幼儿园一路读到了承熙大学。不过大学毕业后的安倍呢，并没有立即步入政坛，而是去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留学镀金。而安倍并非只是一般普通的正3代，踏入政坛之后他展现出了优秀的政治手腕。1991年，父亲因病过世，安倍晋三呢接手父亲在山口县的选区，在第40届众议院的众议员选举中顺利当选，开启国会议员的生涯。安倍当选议员的时候年仅39岁，而他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表现也让不少派系的大佬呢都发现了这位年轻人是有实力的。2000年，森喜朗当上首相，便提拔安倍担任这个内阁官房副长官。隔年，小泉纯一郎组阁，开启了长达5年的小泉时代。安倍也更任自民党的干事长与内阁官房长官等职，最后呢成为小泉利剑的后继者。2006年，小泉下台之后，安倍成功当选自民党的总裁，组建内阁。年仅52岁的他，成为首位战后出生，而且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日本首相。不过不到1年里自民党在参议院大选中惨败，安倍只好以溃疡性大肠炎为由辞去首相一职。东山再起在日本政坛是非常难的，但是安倍做到了。2012年，他卷土重来，带领自民党重返执政宝座。而这一次安倍在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连续干了7年8个月，直到2020年8月才卸任。他也以总共3188天的任期打破了外叔公的记录，成为了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奈良了，非常堵车，相信可能都是去悼念安倍首相的。对于自己成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说了这么一段话：对于政治家来说做了多少天首相，在职多少时间呢，都是小事，关键是成就了什么。我认真履行与国民的承诺，为了能够实现目标呢，每一天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才是我所重视的。
安倍这个话说的有点谦虚，但确实说的是老实话。那么在这个7年8个月的任期里边，安倍都做了些什么呢？这恐怕要从安倍于2012年就任首相时所面临的困境说起。那时啊，摆在安倍面前的是一个被称为失去了20年的日本。为此啊，安倍打出的口号就是迎回日本，日本を取り戻す。安倍上台后啊，率先从经济改革着手。安倍经济学呢应运而生，其主轴是啊由3支箭组成，包括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并发展民间投资。安倍的这一通操作啊，果然刺激了宛如一滩死水的日本经济，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不仅刺激了消费呢，也使企业与市场活跃起来。股市呢，一般被看作是经济的晴雨表。在2012年安倍执政之前啊，日经指数曾衰退到8000点上下。而到了2020年，已经涨到了23000点，涨幅达到了200%。随后，安倍还提出了1亿总活跃及劳动方式改革等政策，包括实现全世代型社会保障，不仅涵盖了老龄阶层，还扩充至育儿保障，将增加的部分消费税啊用于育儿教育免费化的资金来源。另外啊，尽管受新冠病毒肆虐的影响，日本的失业率呢也仍然维持在2.9%的低位，是这7国家当中最低的。说完内政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外交。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延长线，安倍呢还提出所谓的地球仪外交。上任期间啊，共访问80个国家，非常的勤奋，对于日本呢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啊，安倍在外交和国际大战略上值得被给予战后日本最重要的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但是安倍觉得啊，作为第3代出自常州的政治家，自己还没有完成外公和常州人的遗愿。那就是砸碎了已经带了70多年的战败国的枷锁，让日本恢复成一个普通的正常国家。他企图通过变更宪法解释，承认行使一部分的自卫权，并修订一系列的法律呢，成立安全保障关联法，从而提升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每当分析到安倍的外交手段的时候啊，中国所谓的这些专家啊，都对他不屑一顾。而媒体们呢，为了迎合大众的反日情绪呢，也经常把这些镜头啊都聚焦在他的小丑风格上。例如安倍和特朗普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摔了一跤，对吧？或者是安倍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的这个闭幕式上，他为了宣传东京的2020年的奥运会办成了马里奥，对吧？都把他当成小丑在宣传。但在这种嘲笑声中啊，市长却想到了安倍在参议院上说的一段话。为了国家和民众，可以舍弃面子，适时而动，适势而为，才是领导人该有的姿态。人啊，都爱面子，对不对？何况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当个人面子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安倍选择把面子放下，把事情先干成。所以呢，安倍作为日本首相，社长想用这8个字来形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接下来，社长准备聊一聊安倍晋三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所做的努力啊。是的，没错啊。当国内的那些小粉红现在还在骂安倍的，还在欢呼雀跃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不知道啊，安倍其实是这些年来世界上主要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里边对中国算是最友好的了。中国的媒体啊，经常以传统右翼家族出身来讽刺安倍，但是呢，他们选择性的忽视了安倍晋三的父系家族的左翼立场。安倍的祖父安倍宽啊，是日本著名的反战派领袖。太平洋战争时期，安倍宽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常年奔走于日本的大街小巷，向日本民众宣传反战思想，宣传唯有走和平之路才能救日本的思想。至于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啊，没人会不知道他。作为福田赳夫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呢，全程参与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进程。中日缔约之后啊，安倍晋太郎呢还推动了日本政府开展的对华援助，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一直到2022年的3月，也就是今年的3月，日本对中国长达43年的援助计划才彻底结束。在整个援华计划中啊，日本的援助总金额约合450亿美金，包括北京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上海宝山发电厂、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2号线等工程呢，都是用到了来自日本的援助资金。近距离观察父亲的外交方式，对安倍晋三有着深切的影响，给他提供了为人处事的样板。安倍的母亲杨子曾经表示啊，他的政治理念呢更像父亲晋太郎。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首相的时候啊，就任仅12天呢，就对中国展开了破冰之旅，打破了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造成的外交僵局，收获日本国内不少掌声。
将就任首相后首次出访国定为中国而非美国，这还是战后日本历代首相的第一位。2018年，安倍第2次就任首相之后啊，再度访华，这也是时隔7年来日本首相再次访华，中日关系呢再次破冰。然后安倍启用身边的亲中派二阶俊博担任自民党的总干事长，变相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接着呢，在2019年的春节，安倍亲自录制了视频，向中国人表示祝贺，并且还在开头的时候用中文表示了祝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拜年的日本首相。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安倍晋三です。2020年，当首轮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啊，安倍就召开会议，宣布呢，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每人将扣5000日元的工资，捐给中国来抗击疫情。日本官员集体动用自己的工资来帮助中国，这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所以，这样一个为中日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日本政治家不幸遇刺，市长不知道这帮小粉红到底有什么可高兴的，对吧？或许在安倍之后，日本很难再出现一位如此善于、敢于平衡中美关系的领导人了吧？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奈良市内啊，现在我们在事发现场边上的停车场，我的同事去买伞了，等会儿我们就过去啊。接着说，话说安倍晋三啊，也并非是第一位被刺杀的日本首相。日本自建立这个首相制度之后啊，137年来一共诞生了64位首相，而其中就有8位首相都遇到过刺杀。换句话说啊，每8位首相就有1位被刺杀，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高了。这8位遇刺的首相里，有7位呢不治身亡，其中就包括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安倍晋三的老乡伊藤博文，而唯一一位逃过一劫的是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他也被刺杀过。所以当安倍出事的时候啊，日本的推特上就纷纷感叹：难道这就是常州人的宿命吗？同事买伞买了半个小时啊，这个伞在这周围都已经脱销了，因为现在下雨，来自日本各地的民众都来悼念安倍晋三。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枪击的地点了。从昨天下午的5点3分，安倍被宣告不治之后啊，就陆续有民众赶到现场来悼念安倍，送上鲜花，双手合十替安倍祈福，直到深夜都还络绎不绝。现在已经是8点半了，晚上8点半，是第2天的晚上8点半。目前来看，排队的话也有100多人，是吧？刚才看的。市长今天也带来了一束花，以及安倍生前最爱喝的酒。然后呢，我还在来之前在推特上征集了一些推友的祈福的悼念的留言。这是社长的安倍総理お疲れ様でした，感谢日本有你，愿你在天堂安息。然后后边呢是我的推特网友他们的留言，有几百条，我都给他们打印出来了。在大概是截止晚上下午6点之前的，我都打印出来了。让社长比较感觉到一点点安慰的是，在推特上面的华人还是正常人比较多的。比如说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息吧，一路走好，天堂里只有快乐。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一路走好。那基本上都是来自推友的悼念。等会儿我代表大家把这个送到现场去。好，我们出发吧，去吧，走。
社长刚刚也跟几位来祈福的人交流了一下，一位是从滋贺县过来的女士，她表示我是为了向长期对日本尽心尽力的安倍首相表达感谢而来，希望这束花呢能够祈祷日本和世界的和平。另外一位是来自大阪的老大爷，他说他是我最尊敬的日本人之一，演说的时候嗓子都哑了，是不是太累了？另一名来自大阪的女学生说，听说安倍首相非常喜欢茶，所以我就替他带来了一罐茶，请他好好安息吧。面对这些悼念安倍的花束社长不禁想起一件关于安倍的小事。2016年的时候，安倍去参加了杭州的 G20峰会，在会议结束离开酒店的时候，安倍首相留给了酒店清扫阿姨一张便签，上面写道：“感谢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短短几个字让社长敬佩不已，所以社长也想说安倍总理，お疲れ様でした，感谢日本有你，愿你在天堂安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本当に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